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明姐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的脚踏车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现在人在小雨单车，我们要进行备战5里功率训练班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贤师。那我们今天要带学员来做这个5岭训练班的准备了。我们开始第一堂课，比这个5岭的比赛呢。5岭骑完，我需要做工多少？完成一趟5岭，它的做工2500到3000之间。你这台车啊，你要能从埔里一路开到5岭，你就是需要能准备这么多油，你才有办法骑上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练习，慢慢把你这台车。可能原本一口气只能骑1000kj、1500kj， 那么透过练习慢慢的增加。那我们稍微拆解一下路线，拆成3段啦。第一段就是埔里到人子关这个比较丘陵的路段。这个路段呢，其实有一个集团找到跟你能力差不多的人一起合作，会比你自己一个人骑来得快。所以这一段其实你们要学习如何跟车啊。来到第2段人子关，从人子关开始就是一个主要连续往上爬的一个路段。这个路段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接下来就是会透过测验跟训练，让你知道你各个区间在哪。你要控制自己的瓦数，你不能在这里爆冲。最后第3段。基本上是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撞墙的门槛，那就是在渊峰的这一段，考验你的一个抗衰退的部分。5岭这个爬坡，它就是连续的骑乘，你要有足够轻的齿比来维持你的回转，你要尽量是用回转来带。介绍一下齿比，前面3/4跟后面3/4就是1:1嘛。我是建议说，可以把飞轮再改到36，对你们的能力来说会更好。在我们正式进入功率训练之前，大家要更加了解一下自己的体感。我们现在。大家热身嘛，都还可以顺畅的讲话。我们这个体感呢，就是在3到4。那大家现在稍微慢慢加重一点齿比，稍微有一点用力，慢慢来到体感5到6，用一点力在踩。但基本上你还不会觉得很喘，可是你有觉得脚是有用一点力在踩。然后我们要稍微再加多一点哦，体感要继续往上走咯。这个体感稍微要来到7的感觉是什么？你脚又更用力了，呼吸也稍微会比较喘了一点点，但是还不是喘到没办法说话哦。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体感，你要去了解你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感受。最早训练的时候都是用体感，后来有心跳带跟体感来做一个辅助。搭配到现在就是有功率计，比较及时，你实际做多少的力量，它就会及时的反馈出来。这3者呢，还是要做一个互相的搭配。那再要讲到一个转速的概念啊，低转速回转低于70的时候，这种踩踏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在做肌力，像推重物的感觉。这种踩呢，如果你踩持续一段时间，导致你的肌力消耗完之后，你就会直接是完全踩不动的。另外一个转速比较高，稍微高于100转，比较高的转速呢，它其实是用你心肺来拉，因为你的肌肉负担没有那么大，它是很快速的带过的，但是你会觉得比较喘。我们就是要练习掌握在一个比较平衡的。目前对大家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平衡点会落在80至100之间。任何的爬坡，只要齿比是足够的情况下，尽量都是要踩在80以上。这堂课再带你们认识一下，其实你们在踩踏不是只有往下踩的一个力量，它的力量是可以做一个转换，甚至很全面的。从你这个12点钟呢，要往下踩到3点钟。主要是比较用这个臀部的这个力量，臀部到腿后这边的力量会是比较持久的，所以你们要尽量去掌握、去练习，多用臀部的力量。从3点再往下到最底下的这个下10点呢，会是比较用我们前段股四头肌前侧的这个力量，这边的力量比较大，但它的缺点是容易没力。当我们到最底下的时候，这个力量呢，就是会稍微用到小腿比目鱼肌，过了之后，我们要稍微再往上提拉，会带到腿后的力量。你拉着上把做一个往上抬，因为你拉上把的时候，本身就是会有一个向身体的一个拉力。然后你还可以接着带着往上提的一个力量来做一个转换。你们要记得，你们的力量不是只有往下踩而已哦，尤其在比较陡的地方的时候，
你可以抓着上把，然后稍微往上提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做一下练习好了，踩在100转5分钟，感受一下转速比较高的一个骑法。你的脚的肌肉负担，你应该会觉得比较轻，会稍微比较喘一点点。那我们就记圈一下吧。现在是学员各自练习，我觉得不错，这样子真的是有帮助，有差。我们等一下呢，体感一样也是5，然后我们的转速呢是比较低转的，就是70，重踩一点点的转速70，那我们体感5到6，3、2、1，好，开始哦。转速70，体感大概是5。刚100转呢，你应该会觉得比较喘。那我们现在踩这个70，你的心率应该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，但是你的脚的负担会跟刚刚比起来，应该会是稍微重了一点点，感受一下。我们今天骑车呢，骨盆的发力其实是有2种的一个发力的方式。我们在爬坡呢，会是比较用这种立骨盆的骑姿，大家现阶段都比较习惯的一个踩踏的方式。另外一个呢，是一个倾骨盆，那感觉有点像翘屁股的感觉。翘屁股的时候，你的腹部会往前顶出来。那你脚往上抬的时候，其实是会有点顶到你的腹部的。这个倾骨盆的骑姿，在平路的路段是蛮有帮助的。这个感觉就有点像在骑计时车的感觉啦，它会带到更深层的一个屁股臀部的这个发力的位置。在这样的骑乘下，它的风阻是比较低的。我们等一下带着大家一起做。手要稍微微微的放松，要记得唤醒你的腹部的核心。手放松的情况下，才会整个比较征召你的腹部出力。然后95转，尤其是从那个埔里出发到人子关的这一段呢，其实你们应该要能很习惯能踩在这一个转速，就是大概95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倾骨盆的姿势，抓下巴的位置，骨盆这里是立着，但是你要改成有点翘屁股往后。你要做这种拉杠的这种感觉，屁股要往后延伸，因为你屁股往后翘的时候，你的肚子就会往前顶出来，那它会征召到更多这个臀部后侧的这个发力的感觉，感受一下。这种骑法呢，在平路会很重要啦。从埔里刚放行的时候，你如果用这样的骑姿呢，你其实是可以降低风阻，还可以降低你的瓦数，用更少瓦数可以跟着前面的人。骑姿的转换可以让你运用到更多元的一个肌群的使用。你会感觉你的脚会有点要往肚子顶到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转速大概在85，感受一下，你会觉得你的屁股的后侧酸的感觉会，照理来说要比刚刚更明显哦。好，我下去帮大家调一下哦，身体稍微再往前延伸一点点，对。然后你要感觉到你的臀部的力量要征召更多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慢慢流行这个短曲柄啊。如果你曲柄太长的情况下，你的髋关节会有点卡住。3、2、1。好，缓和，轻松。我们大致上的课程就是先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今天要完成一个5岭的赛事呢，大概需要怎样的一些基本的条件。最后，这个大家可以拍一下。如果有码表的话，你一定要有的资讯，3秒的平均功率。为什么是3秒呢？因为如果你是即时的话，它的浮动会比较大，3秒整体平均下来会比较稳定一点点。有这个功率，你才可以知道，我现在正在爬坡的时候，我大概是踩在多少瓦。第二个呢，平均功率，那再来就是心率啊、转速啊，还有单圈时间。可能这个课表就是要15分钟，你就是要能看得到哦，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才完成。墨圈的部分其实是可以设在另外一页啦，因为你可能做完刚刚15分钟，你就是可以回去看说那个15分钟，我有没有达到这个平均功率，还有墨圈的平均心率大概是多少，这个也都是一个蛮重要的参考指标。码表页面设定，大家要回去调整一下。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大概就到这了。我们今天的课程结束了，我觉得阿贤学长上得很好，还是要有人带，总比自己乱练好。非常适合刚骑公路车的初学者，或是说你不知道怎么训练的，这堂课真的是不错。好，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